各位好，我是煤球。白主已经出来好几天了，不知道各位对白主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？有没有准备去抽呢？又或者抽了后体感怎么样？它究竟是弱还是强？本期我就以自己这2天的实际体验，给大家带来白主的全方位评测攻略。白主的定位5星法器草仙奶妈，突破属性加的是100%生命值，在实战中主要通过释放大招来给队友恢复血量，此外还能提供一定的抗打断能力和增伤能力，是3位一体的辅助角色。首先过遍基本信息，白主的普通攻击总共4段，葵花点线手。与之相应的，白主虽然身为法器角色，但普攻距离却异常的短，跟小鹿一样是个近战法师。想要给怪物挂草，必须得贴身肉搏，而且攻速也比较慢，体验的过程中锁敌的移动距离也比较短，好像脚底被粘住了一般，手感说不上有多舒适，所以不太推荐在实战中用白主战场平 A。白主的重击像老板宁光的重击，蓄留后对前方造成传速范围伤害，手感居然要比平 A 的好。第一段 A 和第2段 A 后可以马上接重击，但是攻击范围比较小，也不推荐使用。白主的 E 技能向前释放游丝真灵，游丝真灵在附近攻击敌人至多3次后返回，为全队恢复血量。E 技能奶量是全队奶，虽然只有1下，但奶量较高。当白主适应无带治疗头时，奶量能够一跳1万以上，带生命头能够9000，带充能杀也能够8000，奶量是非常充沛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去多堆些充能，保证大招循环。E 技能游丝真灵的锁敌机制是就近锁敌，攻击到哪个怪就以哪个怪为中心去锁敌。譬如攻击到第1个怪后，就会以第1个怪为中心去寻找第2个怪。如果第2个怪离第3个怪还比较远，不如第1怪近，那游丝真灵又会回到第1个怪。所以实战中面对3个怪物的时候，如果运气不好，3只怪里会有1只怪挂不上草的。对了，游丝真灵的攻击是非常小的 AOE， 跟杀生一同理，寻怪时只有被温迪的分眼卷起来的时候才能都挂上草。此外，E 技能 CD 10秒，产球3到4颗，挂的草为弱草，3次攻击是共享附着，也就是面对单怪的时候，E 技能只有1段能触发慢计划。白主的大招释放后开启无系气护盾，护盾每 2.5 秒刷新1次，持续时间也为 2.5 秒。护盾刷新或者结束时，或因伤害破损时，都会释放灵气脉攻击敌人，并为场上角色恢复血量。大招奶量为 2.5 秒，也有8000以上，就连奶妈来说是非常合格的了。大招提供的护盾很薄，5万的血只有900左右，算上草上吸收也只有2000多点，刚好差不多等于一颗草原核的自伤。看起来白主似乎会更加适合去绽放队，盾的主要效果还是能提供每 2.5 秒一次的抗打断。实战中，特别是本期深渊的圣骸兽会不太够，最好带上其他能提供抗打断的角色。大招的灵气脉也是就近锁敌，和E 技能的一样是极小范围的 AOE。白主整体的对群挂草能力确实不太行。此外，大招持续时间14秒 ，CD 20秒，算上盾的时间，对无盾保护的真空期也有 3.5秒，这点还是比较难受的。像克勤超阶化的轴是15秒，白主的太长。而玉皇大帝的常规手法，克勤在最后一般是要在场上 A 盾的，这是最需要保护的时候，而白主的盾在这时候就消失了。想成为白主，你又会发现大招的 CD 还没转好，在此之前又都有大招无敌帧不太需要盾，总感觉白主盾没有发挥该有的用处，而且想要天赋的增伤又不需要开大招耗能80，白主单草入队又比较缺充能，所以说实话和克勤不是很适配。白主的被动天赋1，根据场上的角色生命百分比获得加成，低于50%时提高治疗量，高于50%时白主自己获得草元素加伤，但白主的伤害也比较一般。圣物对于攻草爆的时候，大招灵气脉触发慢计划也就才1万多点，但刚好每下都能独立附着，正常堆生命当奶妈去玩就可以了。白主的被动天赋2，基于生命上限不超过5万的部分，每1000点能使绽放和接化反应的伤害提升。白主组这条副持这条狂堆生命5万还是可以达到的，但这个天赋需要大招来启动，又需要兼顾充能。5万血的情况下，天赋2的收益就近似于等于150点左右的精通，相当于一件教官套。但教官是全队都能吃到的，只能前栏触发时间短，需要角色触发反应。而被动天赋2只能前栏才能吃到，优势是后台都能触发。再看生活天赋，与采集物护盾时能为场上角色回血，奶量为1000多一跳，虽然微乎其微，但怎么说也是有一略大世界的。所以综上，从白服族的天赋就可以看出，白主虽然具备多种能力，但最主要的还是更倾向于当一个正经的奶妈角色，盾和增伤只是个甜头罢了。天赋加点建议1颗对点，普攻可以完成不点。然后来聊聊白主的配装，武器方面，专武性价比不高，不建议抽取，大部分玩家视作精魄是首选，讨楼根据重量而定，实在缺充能可以细分密点。适用目前千言4样套最佳，少女海染套也可以，但不推荐刷起。性价比最高的就是生命2加救援2保持充能。草套的话，因为白主挂草能力不足，所以也不推荐。4星如果有好的教官4件套也可以佩戴，但4星词条成长率太低，还需要反应来触发，其实也不太推荐。适应物主属性，我推荐冲生生、圣生生，不带治疗头是因为原神的奶妈奶量一般是足够的，不如是多堆些生命来增伤，副属性也多堆些充能，保证大招循环。白主单草入队时充能最好250以上，双草入队时充能最好200以上。白主的命座1命，1技能次数加1，利好充能，可以去多堆些生命，抽到不亏，但平免不需要去强抽，0命多堆些充能，少些生命少了就少了嘛，又不是不能玩，虽然还不是照样乱杀。
奥秘：当场上角色攻击另一种敌人时，白族会释放游丝之灵切，每5秒制作一次，伤害和回馈亮度比较一般，算是能提供额外的挂草能力。3名5名都是提高1Q 等级，4名释放大招后能给全队提供80点的精通。说实话太少了，怎么能这么蚊子腿呢？也就比克莱4名多个20点的精通，塞牙分都不够。6名大招的灵气脉造成的伤害提高，此外一技能释放时和奥秘的效果触发时也都能生成无吸气护盾，这样白族的盾理论上就没有真空期了。但总体看下来，白族的命中座并没有很质变的效果。往好处想，灵敏即是完整体，比较亲民，平民玩家抽到1只灵敏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聊聊白族的配对。白族的配对在白族出来前就脑测差不多了，无非就是绽放、激化和激战里边的排列组合，就是一些实战和理论差距。不得不说，差距还是有的。我目前体验最佳的配对就是加融金绽放，这得益于尼禄本身的强度很高。白族加尼禄简称白鹿阵容，白族的加入可以让另一个水不再是奶妈，换成水 C， 提高队伍的智商能力和对单能力。白族加尼禄加草神加叶兰，手法流程一般是草神 1Q 后切尼禄 1E， 切白族 1Q， 切叶兰 1QE， 最后草神战场平 A。手法和之前的三水一小一样。白族相比陷海还能提供抗打断能力，在白族的保护下，小草神战场平 A 也不怕暴毙了。这里不推荐用白族战场，是因为白族的手太短，不太好刮草。当然对秦时也可以回归老本行，白族加尼禄加陷海加草神，有了白族奶量，陷海可以全心全意对精通了。陷海开发后的抗打断和白族的抗打断，面对各种环境完全足够了。也可以把小草神换成海哥，让海哥战场。手法流程一般是尼禄 E 后切白族 1Q， 切叶兰 1QE， 最后切海哥战场平 A。这个配对其实就是由之前海哥加瑶瑶演变而来的。之前只有瑶瑶的时候，海哥战场只靠瑶瑶 E 往往容易暴毙，白族加入让海哥战场无脑平 A 也不用担心生存问题。海哥的前台挂草足够，海哥加叶兰智商也不低，逆战方对单能力也非常强势。本期深渊逆着环境打上半也有不错的表现。这一对的好处就是可以把小草神给省出来，海哥就是前单版的小草神。第二类配对就是克勤烧鸡化，白族虽然20秒轴和克勤的15秒不搭，但又不是不能用。虽然伤害方面比不上草神奥秘，但为的就是图个安逸。我的说法一般是白族起手切克勤 E， 切万岩扩散，再切黄女 E， 最后切克勤战场平 A。白族相比草神的优势是弱草，万岩扩垒增伤比较容易。不过在对群时，因为白族的挂草不够，可能会有几只怪挂不上。小怪的话用万岩聚怪就好了，但像这期深渊的一技怪模型比较大，根本聚不起来。当然也可以把万岩卸下来换上草神，这样就不用管扩散了，只要靠纯净化和草神的伤害硬打，深远是能满星的，比万岩的时间稍微差一些。第三类配对就是超级战，8重超级战，白族加8重加叶兰加草神，白族替换了原来钟离的位置，抗打断方面肯定是不如钟离的，也少了钟离的减抗。再来这些深渊，哪怕是伤害兽，可能因为8重的 E 和叶兰的 E 闪来闪去的缘故，抗打断意外的还行。而且还有奶量，掉血了回上来就是，所以这期深渊表现不错，打桩时伤害也表现非常亮眼。然后就是海格的超级战，白族加海格加行丘加97人，也是换下原来钟离，有了双草，白族和海格都能保证大招循环。因为白族是奶，至于吃人位置终于可以换成雷神了，非常利好还没有抽到9000的玩家。雷神作为打火机 ，E 的频率还是要比9000人的高的，偶尔还能开个大帮忙充能。最后就是赛诺的超级战也可以，原先的草星9换下9000人，直接靠赛诺1人触发超级战，双草入队，白族的充能也不用担心。但是赛诺可能就需要带上充能沙漏保证循环了。平民决斗枪赛诺打这些深渊勉强可以，但也不是很推荐，伤害不够，在面对残怪时哪怕是充能杀的也比较难。要不要开大还是个问题，不像草星9一样，赛诺没大了可以靠9000人的 E 解决残怪。手法一般是草神 1Q 加白族 1Q， 接行丘 1QE， 最后切赛诺战场平 A。至于赛诺纯净化，虽然能带上皇女，不用担心能量问题，白族大招随身挂草方便赛诺的转火，但黎明赛诺纯净化伤害表现一般，远远比不上超级战，所以纯净化赛诺还是挺需要高命的。但最起码赛诺配对又多了一个选择。最后来到了总结，白族作为目前唯一的5星草奶，整体强度只能说比较一般，并没有那种抽了后就会使配对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只是使一些角色得到补强，阵容得到了拓宽。目前在逆战方里表现最优异，在其他配对里或多或少都有可以被挑出毛病的地方，但也可以勉强胜任。用输出来换安逸，值不值得见仁见智。尼禄玩家对单补强可以抽取1只灵命，非尼禄玩家根据自己在高压环境下的生存表现来决策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，别忘了点赞3连支持一下。之后我也会奉上更多的原神攻略，也欢迎点个关注不迷路。那么我是煤球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